欢迎收听华瑞投资观点。美国财政部又要借权了，而且这次要借的数量与急迫性远远超过市场原本的预期。据高盛研究团队在最新的研报中明确指出，美国财政部即将在5月4号下午3点整正式发布最新一季的融资估计文件。这份报告预计将大幅度调升近期的市场化借款预测，向市场释放出财政压力加剧的信号。根据高盛分析师的最新测算显示，今年第二季的市场化借款总额将会冲上1850亿美元，这比起2月份会议中预估的1090亿美元足足多出了760亿美元之多。华瑞认为，借款规模出现如此显著且突发的跳升，反映出美国财政部在调度现金流时正面临超乎预期的短线支出高峰，这对债券市场的供需平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负面原力。特别是这700多亿美元的差额必须在极短时间内透过发行债券来填补，这不仅会测试市场的短期承载力，更可能对短端公债殖利率造成明显的向上推升动力。究竟为什么美国政府突然需要借这么多额外的资金？高盛团队深入分析后认为，背后存在2个互相关联的核心因素。首先是税收净额的部分，尽管随着报税季到来，个人所得税收表现相对冷健，且资金进账的时间点高度集中，但整体的税收成长速度与去年同期相比，几乎是处于停滞状态，完全无法有效抵消持续扩张的政府经常性开支。而另一个最具冲击力的变数是来自最高法院的一项重量级裁决，法院废除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下的相关关税项目。这一法律变动导致财政部现在正面临一个巨大的现金陷阱，必须支付高达1500亿美元的巨额关税退款给受影响的相关企业。根据高盛的预估，这笔庞大的退款支出将会分摊在2026财年以及2027财年之间陆续拨付。华瑞认为，这笔意外的关税退款直接在原本就捉襟见肘的预算计划中挖出了一个难以填补的黑洞。这并非一般的政策预算超支，而是突如其来的现金净流出需求，迫使财政部必须在未来几个季度显著增加国库券的发行频率与规模，以应对这笔意外的头寸缺口。这将使全球市场对美国政府融资压力的敏感度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高盛在研报中进一步发出强烈预警，到了第3季的时候，美国的融资压力会变得更加巨大且沉重，届时单季的市场化借款额甚至可能直接冲破6003亿美元的大关。这反映出财政部正试图将其在联准会的现金余额维持在9000亿美元左右的高水位，以作为应对各种潜在支出风险与市场波动的缓冲垫。虽然高盛预估2026财年的总体赤字约为 1.95 兆美元，稍微低于先前预测的2兆美元，但这仅是因为个人所得税收略优于预期所带来的微幅修正，并不能掩盖长期的财政赤字黑洞依然维持在极高位运行的事实。高盛同时给出了未来3年的逐年赤字路径预测，2026年预计为 1.95 兆，2027年为 2.05 兆，到了2028年则会进一步攀升至 2.2 兆美元。华瑞认为，尽管赤字数据在短期内因为技术性原因而出现微小幅度的下修，但整体债台高筑的恶化趋势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扭转。随着赤字规模逐年以 5% 至 10% 的速度攀升，美国政府只能陷入不断借新还旧的病态循环中，这将导致全球投资人对于美债长期财政永续性的担忧持续发酵。对于持有美债的投资人最关心的公债拍卖规模，高盛在这份研报中也修正了极为关键的指引看法。他们预期财政部会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将息票公债拍卖规模的增长起点延后到2027年2月，这比高盛原先预计的时间点还要整整晚了1个季度。高盛认为，目前的政策导向是，目前的拍卖规模至少在未来几个季度内会保持稳定，借此安抚市场对于供给过剩可能引发价格崩跌的焦虑感。然而，投资人必须注意的是，未来一旦正式开始增加发行规模，增长的部分将会高度集中在公债的中短端，也就是2年期、3年期、5年期到7年期的殖利率曲线腹部地带，而相较之下，10年期到30年期的长天期债券则暂时不会看到拍卖规模的显著扩大。华瑞认为，
延后拍卖规模增长的时间，虽然在短期内能够缓解长天期公债的流动性溢价压力，避免长端利率因为发债潮而过快飙升，但也代表财政部正在过度依赖短期债务工具来进行以短支长的过渡。这意味着在2027年之后，投资人将面临更密集、单次发行规模更大的债务洪峰，届时资金市场的挤兑风险与利率波动恐将再度升温。那么在如此庞大的供给压力下，到底是谁会进来买下这些源源不绝的美债？高盛观察到，大型商业银行从今年年初开始就一直在稳步增持美国公债，目前的市场运作与吸收情况仍算良好，这为市场提供了一定的支撑。更重要的是，近期银行监管法规的调整，例如巴塞尔协议3最终版的实施细节，以及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缓冲资金的重新校准，正释放出意想不到的正面讯号。这些政策面的微调虽然在某些风险资产领域可能会增加银行的资本负担，但对于流动性极佳的美国公债而言，反而有望缓解过去几年出现的融资瓶颈，并实质性的降低银行持有或造价美债的资本机会成本。高盛认为，这些监管法规的改变将大幅减轻金融体系在吸收海量美债时的摩擦系数，提升市场在极端波动环境下的承载上限。华瑞认为，法规的优化就像是给前河的美债市场注入了流动性润滑剂，能有效压缩因为发债过多而导致市场功能失效，或是出现流动性枯竭的尾部风险。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何在近期宏观数据剧烈波动的情况下，美债市场的吸收能力依然表现得比市场预期更为坚韧。华瑞认为，虽然银行端的买盘展现了韧性，且法规环境目前看来有利于金融机构分担政府的发展压力，但面对未来3年预计累积超过6兆美元的惊人赤字，投资人仍需保持高度的危机感。借贷成本长期维持在相对高位，已经成为全球资产定价中必须面对的既定事实。过去低利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美债价格的波动程度预计会随着5月初财政部公布具体融资计划细节，以及对于未来拍卖规模的官方口头指引而进一步被放大。投资人应审慎监控每个月拍卖规模在不同天期之间的分配比例，特别是针对2027年发债指引中的措辞微调。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不断与财政扩张政策持续的背景下，提早做好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避险准备，并密切关注公债殖利率曲线中短端的供给压力，将是应对这波赤字黑洞与资金大潮挑战的关键策略。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